赵公公来了。赵公公来了。向太傅，奴才不知大王发生何事，近臣一直把自己反锁在寝宫卧室之内，不让奴才进去，只是命奴才尽快请向大夫进宫。启禀大王，向太傅到。大王，向太傅，这次不得了了！你看，果然在镜中看不见自己。原来向太傅也是。你告诉寡人，寡人是否就快死了？向太傅能知过去未来，一定知道是否有人要对寡人不利，是不是？你冷静一点，你叫寡人冷静。如今寡人在镜中看不见自己，如何冷静？还有，就连向太傅也是如此，一定是凶兆，一定是。启奏大王，李太史有急事求见。这件事不能让别人知道。快去！李斯参见大王，向太傅。李斯，急着见寡人，到底所谓何事？大王，大事不妙啊！发生什么事？大王，吕不韦借《吕氏春秋》一书，早于民间挑起怨愤，没想到此股歪风更早已带到朝廷之内。你这话是何意？大王今早未有早朝，吕不韦一党竟议论纷纷，暗示大王难当国君大任。更甚者，于私下酝酿另选贤能，意欲取而代之。大哥，经理真的看不见你的样貌。干爹，为何会如此？这种事情真是闻所未闻呢。一时之间，我也无法推敲原因何在。只不过，今日早上，我曾见过一种异象。什么异象？今早，寒舍内外所有蛇虫鼠蚁，大有举家搬迁的情形出现。干爹，难道大自然之中将会有大事发生？大凡蛇虫鼠蚁都有一种预知祸福之能，蛇蚁搬家就是表示天地有变。根据我依星象推算以及古籍中所有之记载，不出3日之内必有扫帚星出现。那就糟了，相传每当有扫帚星出现，就必定会有大灾难降临。扫帚星在我们那个年代叫哈雷彗星，每隔100几十年就会出现一次，是一种很普遍的天文现象而已。可是这颗扫帚星早不出现，晚不出现，偏偏就在大哥于镜中影像消失的时候出现，我怕。如今我最怕的，就是吕不韦利用此机会进一步攻击大王。若是如此，当真不妙。邹老先生，你放心，大哥说过，历史注定吕不韦最终还是失败，我就不相信他有能力能够改变历史。我想强调再说一遍，你这次的任务只是回去见证秦王嬴政登基的历史时刻，期间绝对不可以轻举妄动，因为你在古代每做一件事，都很有可能改变历史。如果万一真的改变了历史，会怎么样？那就不得了了。你要知道，你跟我存在这个空间的因素就是历史。如果历史改变了，你说会怎么样？就是说，在这个空间，所有的东西都会消失。你说的对，我懂了。你们想想，如果吕不韦真做了大王，你看吕不韦还会不会留着大王的命呢？以吕不韦的奸险，我怕他会斩草除根，免留后患。不错，所以只要大王有什么3长2短，历史将会有所改变。少龙，依你所言，若是历史改变，言则你不能留在此世上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大哥在镜中之影像所以会消失，是一个预兆了。不错，那我就不懂了。大哥说历史有机会改变，所以你镜中的影像才会消失。为何大王在镜中影像也同时消失呢？若是我没猜错的话，嬴政之所以成为大王，乃是少龙一手造成。
也因为这个缘故，少龙和大王之间便有一个因果的关系。如今这个因出现了问题，那么果自然会受到影响了。若是大王的地位不保，那大哥岂不是很危险了？既然威胁来自吕不韦，我就先下手为强，杀了吕不韦。好，不要轻举妄动。现在吕不韦又不是公然造反，如果我们贸贸然卷入其中，岂不是给他机会对大王不利吗？难道我们坐以待毙？你放心，吕不韦用尽心机把《吕氏春秋》搬出来，肯定会有下一步的行动。我们看清楚再动手也不晚。少龙，放心吧，我一定不会有事的。大王，天外飞石，实属凶兆，万万不可轻视。古言有云：“飞石巨降，灾祸将临。”大王，此事大大不吉呀！众卿家，可否静一静，听寡人一言？天外飞石虽属罕见，但是也未必表示会有灾祸降临。众卿家在此胡乱臆测，未免贻笑大方。大王，此言差矣。天外飞石乃是天谴之象，寓意是直指人君，大王不可不防。敢问吕相爷，你又如何得知此异象的寓意是直指人君呢？本相对易卦之学稍有涉猎。昨日天外飞石之象出现之后，下臣就为了此象而卜一卦，结果卜了个天。若失民心，便应该退位让贤。吕不韦，你好大胆！你竟敢叫大王退位！吕丞相未免太口不择言了。想我大秦历代君王皆世代相传，从未听闻过什么退位让贤之事。难道陆公忘记了？古之尧舜皆有禅让美德，为世人所称颂。大王应该效法圣贤，顺应天机，为秦国臣民积德，否则必遭天谴呢。那倒未必。大王，天地痞卦之最后一爻，实有否极泰来、化险为夷之意。事情未必如吕相爷说的如此凶险。所谓否极泰来，是指大王若能退位让贤，方能避过此劫。启奏大王，向太傅于殿外求见。向太傅，快宣。是。
哇，这么夸张？不说还真不知道哎。向太傅见多识广，不知对此事有何见解呢？没见解。我认为现在最好就是大王带领所有群臣去看看这块天外飞石究竟是怎么回事。